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丽云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很多同学在学习中文时，最先学习的就是怎样用中文打招呼。我猜你最先想到的一定是“你好”，可是“你好”只是众多汉语打招呼方式中的一个，甚至不是最常用的。那么，我们中国人是怎样打招呼的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18个中国人最常用的打招呼方式吧。第一个词，你好。你好这个词可能是你最熟悉的问候语了吧？你好是汉语课本中最常见、最基础的问候语。如果你是一个汉语初学者，使用你好来打招呼，当然没有错，很好呀。可是，如果你留意过中国人之间的相互问候的话，你通常不会听到他们说“你好”，这是因为“你好”是一种有点正式的问候语，对于母语是汉语的人来说，听起来有些生硬、拘谨。实际上，我们使用“你好”这个词，最常见的情况是与别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如果两个人年龄差不多，关系或者地位又是平等的，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相互握手，然后说“你好，你好”。但是如果他们是朋友或者已经认识了，再用“你好”的话，就显得过于客气和拘谨了。第二个，您好，您好。您好的“您”与你好的“你”相比，下面多了一个“心”。心在汉语中的意思是 heart，所以这个字更能表现出你发自内心的真诚与尊重。所以“您好”是一种更为正式的打招呼方式，用于更正式的场合，或者表示你对别人的尊重。比如，当你遇到了一个比你年龄大很多的人，你可以说“你好”；遇到你的老师、老板、顾客或者其他重要的人物时，你也可以用“您好”来表达尊重。除此之外，“您好”也可以用在正式的书信当中。下一个，如果你想跟一群人打招呼呢，你可以用“大家好”。大家的意思就是 everyone 或者 everybody，所以这个问候语的字面意思是 everybody good，意思是 hello everyone。这是一个很好的问候语，可以用来向一群人打招呼，可以用在非正式的场合，比如你跟你的朋友们打招呼，也可以用在像上课、开会、演讲这样的正式场合。下一个，当你想向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的人打招呼时，你还可以用“你们好”。“你们好”和“大家好”意思很相似。如果我面对的人很少，比如只有两个人，我一般会用“你们好”，“你们好”。如果我面对的人比较多，有3个人或者3个人以上的话，我会用“大家好”，“大家好”，因为“你们好”听起来感觉我和他们不是一个整体，是分开的。而如果用“大家好”，“大家好”听起来会更亲切、更友好。你可能已经发现了，汉语中很多问候语都是在一个称呼后面加上一个“好”组成的，表示 “Hello someone”。比如“老师好”就是 “Hello teacher”，是向老师打招呼的一种方式。如果你想更具体一点，可以在老师的前面加上他的姓，比如张老师好，王老师好。我知道在美国，对老师的称呼是使用头衔加上姓氏组成的，不可以直接称呼他们 teacher。
可是在中国，称呼老师为老师是很普遍的。实际上，只要他的职业是教师，我们都会用“老师好”来向他们打招呼，即使他不是你的老师。用称呼加“好”这样的句式，我们再举个例子，比如张叔叔好，李阿姨好，王爷爷好等等。除了在称呼后面加上“好”之外，我们也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后面加上“好”来问候别人。例如，如果你在早上跑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，你向他打招呼的话，可以用“早上好”。早上好，早上指的是 early morning，大约是在5点到9点之间。早上好就是英语当中的 good morning。早上好也可以简单的说成早，一个字早，早就相当于英语当中的 morning。虽然早和早上好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可是早稍微不那么正式。早可以用在朋友之间或者你熟悉的人之间打招呼，而早上好更适合用于像老年人、你的上级、刚刚认识的人或者陌生人打招呼。那么，如果你在上午的9点到12点这段时间见到一个人，你应该说什么呢？你可以用上午好，上午好。要注意，虽然早上好可以简短的说成早，可是上午好不能简短的说成上。实际上，只有早上好有简短的形式，其他时间的问候语没有。下一个，下午好。下午就是 afternoon，所以下午好就是 good afternoon。晚上，晚上的意思是 night，所以如果你在晚上与别人打招呼时，要用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要注意的是，它的意思不是 good night，不是再见的意思，而是 good evening，是一个打招呼的方式。除此之外，汉语中还有几个介词可以用来跟别人打招呼。什么是介词呢？介词就是从其他的语言当中借来的词，比如 hello、hi 和 hey，hello 或者 hi、hey。那么你肯定听得出来，它们分别来源于英语的问候语 hello、hi and hey，意思是完全一样的，读音也非常相似。使用这些问候语的人大多是年轻人，他们用这些词向他们的朋友或者其他的同龄人打招呼。他们是非正式的，有一点好玩的问候语。下一个，你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你可能听说过中国人会用“你吃了吗”来打招呼。这句话通常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语，并不是别人真的想问你是不是饿了，有没有吃饭，更不是想请你吃饭。所以，通常我们只是会简单的回复“吃了”，你呢？吃了，你呢？即使实际上我们没有吃饭。其实，你吃了吗？这句问候语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常用。实际上，如果你对一个中国人说“你吃了吗”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因为这句问候语有点过时了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不会这样打招呼，只有老年人之间才会这样打招呼，尤其是生活在农村或者小城镇的人。下一个，好久不见。好久就是很长时间，不见就是没有见面。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，用于向你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打招呼。如果你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可以简单的说：“是啊，好久不见。”
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很久没有见面了，我想你肯定想知道他最近好不好。所以，对于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，你还可以用下面的句子来问候他：你最近怎么样？你最近怎么样？你最近怎么样？这句问候语还可以简单的说成最近怎么样？最近怎么样？或者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句子越短，越不正式，越随意。与这些句子很类似的问候是：你最近好吗？你最近好吗？你最近好吗？可以简短的说成最近好吗？最近好吗？最近好吗？你可能在课本上学过“你好吗？你好吗”这句话，这句话在语法上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是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几乎没有中国人会这样用。这只是一句课本中文，所以我推荐你使用“你最近好吗”或者“最近好吗”来问候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，不要用“你好吗”。下面我们来说一种特殊情况，打电话。如果有电话打过来，你拿起电话准备回答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说英语，你可能会说 “hello”。在中国，如果你想接电话的时候说“你好”，听起来就会比较奇怪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呢？有一个接电话专用问候语，叫做“喂”。喂，其实"喂"这个字本身是读四声，喂喂，通常是用来引起别人的注意的。但是在接通电话的时候，我们用二声喂喂，把它变成一个问题，用来询问对方，等待他回答他是谁，表明自己的身份。如果你怀疑这一通电话很重要、很正式，比如你可能正在找工作，你担心这个电话是一个面试通知，你想让自己听起来更有礼貌，你可以加上“你好”，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或者您好，喂，您好，喂，你好，听起来就比单纯的用“你好”更自然。最后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如果你在一句话的后面加上啊或者呀这样的语气词，那么这句话就会变得不那么正式了。举个例子，现在在你面前有一些朋友，你想跟他们打招呼，如果你觉得大家好太正式了，你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个啊或呀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呀。那么这个句子立刻就变得很随意、很自然、亲切了。今天的课程就结束啦，希望它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还知道其他的问候语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要说再见了。下周同一时间，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啦！